宗主，如今天道凋败，灵气渐息，咱们这等破落宗门，真的要办收徒大典。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大办，必须大办特办。呸呸！你扇风给我扇好了呀，灰都吹我嘴里了。大办，您连我的筑基丹都舍不得买，拿头办。哎呦！这里有100万灵石，拿去花，不设门槛，给我广开山门。弟子这就去办。等会儿，这小玲子穿的也太土了吧？这好歹也是名门之后。小玲儿，等一下，顺便去买2套好看的衣服。你看看你现在穿的，哪有我方渊首席大弟子的气质？哎，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只是想让你换套衣服，多花点钱而已啊！你在乱想什么？我是正经宗主啊，喂！只要宗门综合实力下降，就能万倍返还修为。哼，以我穿越过来的聪明大脑，搞垮宗门还不容易？看我明天就得道飞升！从心宗，那破落山门还没倒闭呢，这世道还招内门道杂役全包，骗鬼呢！不设门槛，内门道杂役全招，必有古怪，也必有大机缘。正道哥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去五皇城求仙了吗？正道哥，要不别求仙了。你那么会读书，在城里当教书先生不好吗？教书先生，我岂是蓬蒿人，当踏青云访道真。那大宗门非求着我当杂役，我觉得不合心意给拒了。我去从心宗试试。那小姨接着的。这么久才花了18万，小玲子，你是不是给我偷偷省钱了？啊！这么多人，可千万别混进来什么七远之子，我还要不要正道了？宗主，阵法已备好，是否开始测试？月灵，你这也太美了吧！宗主，广场上弟子们都看着呢。测试阵法是吧？不必了。不测天赋，这人从昨天开始就怪怪的，不会宗门没落气傻了吧？凡自认天赋在3流之上者，出列。不对，不测阵法却让人自己战，大道至简，这考验的根本不是天赋，是诚实，好险！哼哼，漏洞百出，这宗主一定图谋甚大。我选蛰伏。我从小就没什么天赋，完蛋了。虽然良莠不齐，但总算有几个能看的。我的妈呀，怎么这么多天才？这要是招进来，我不得灵帝破产失败？很好，出列的诸位可以下山了。从心宗不收。宗主，我们可是2流天赋啊！我从心宗不收天才。荒谬！羞辱我等，必将后悔！宗主，你把最好的苗子全赶走，我们收谁啊？滚！都给我滚！快滚快滚！别妨碍老子招募废材，搞垮宗门！宗主，此举不妥，务必三思。我是宗主，还是你是宗主？荒谬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这种垃圾宗门，不但也罢。是人是，他们说不定要拿我们炼丹，太可怕了！我们还是走吧。我悟了，宗主看中的根本不是天赋，是心性。肃静！这位兄台，其实我只是想……宗主不用多言，我都懂。您此举是在考验我等是否谦逊诚实。我真没……宗主良苦用心，您背负骂名，也要为修真界留存真诚的火种。此等高风亮节，晚辈誓死追随。这特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经病啊！我就是想招点废物搞垮宗门啊！我就知道，先用性论骗这些凡人入套，再狠狠榨干他们。这抠门宗主真是贪财到了极点，几两碎银也拿得出手，这是在恩将仇报，这是宗主在考验我们的诚意。方宗主，看来这次你可以爽赚一笔了。这帮人也是脑子不好，被圈钱了还搁这感恩戴德呢。够了，谁准你们交钱的？尔等入我山门便是家人，家人二字何须谈钱？就算你们全都是废柴，哪怕败光宗门，我也绝不抛弃你们，一切开销宗门包了。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这么浮夸的演技，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去好吗？鬼才会信啊！宗主大恩，我等誓死效忠同心宗。我靠，真有人信啊！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
收入宗妃，还包吃包住包修炼，天底下竟有这种好事！谢谢宗主，我有饭吃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再不用担心了。我跑了7个宗门，3个要我全部家当，4个嫌我资质差，把我当狗一样打出来。宗主大恩啊！老朽为求仙缘，奔波大半辈子，妻离子散。我的妈呀，怎么还有老大爷？这年纪还能修仙吗？老头好啊，老头容易生病受伤，得吃好的补身体，刚好可以多花点零食。诸位看到了吗？这便是我们从心宗宗主的气度。方宗主他要的不是世俗钱财和天赋，他要的是一颗不曾被这污浊世道磨灭的向道之心。废物，滚！这个白袍宗主，他真的不一样。难道他之前那般抠门，苛刻我的筑基丹，都是为了攒钱，造福更多的人？哭什么哭？哭能把灵石哭没吗？赶紧办入宗手续，开始花钱啊！宗主，何事？我若入宗，我娘无人照料，那30两债也，小人这就走。30两！我操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这是送上门的败家理由啊！走什么走？入我从心宗，便是一家人。凡今日入我从心宗者，若家有负债，宗自替你还；若亲友顽疾，宗自为你医。宗主大善，活菩萨！宗主，我王二宝这条命，从今天起就是宗门的，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！记下来，都要记下来。宗主扶贫路第1条，家人有难，宗门一力担之，这是何等的胸襟，何等的气魄！欠钱的好啊，生病的好啊，最好每个人都欠个几百两，每个人家里都有几个药罐子。后面那些人是谁？宗主，那是俺娘，她是来送俺参加收徒大典的，俺这就让她走，绝不给宗门添麻烦。人越多，消耗越大，巴不得你们拖家带口的来。我的意思是，若是他们家中无事，又有求仙之意，那便一并入宗罢了。宗主，这哪里是收徒，这分明是收留天下可怜人呐！都起来吧，随我回宗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，新宗门，好像跟想象中的修真宗门不太一样啊。这宗主他老人家，不会是把所有钱都用来给弟子们还债治病了吧？道经有云，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宗门外表看上去残破，这恰是宗主磨砺我等信性之考验。若心随物转，见此景便心生退意，岂非辜负了宗主一番苦心？装，继续装。先前话说的天花乱坠，如今牛皮吹破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对嘛，这才像是要破产的宗门嘛。月灵，弟子在。此时已过晌午，大家走山路辛苦了，去最近的城池买些吃的回来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一定要贵，2000灵石，买些肉菜即可。若是买贵的食材，未来不知。我从心宗的弟子，第一顿饭岂能寒酸？记住我的话，不买最好，只买最贵，别替我省钱。若是这储物袋里的灵石剩下1块，你便是办事不力。你要打肿脸充胖子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弟子领命。这大弟子虽然平时爱顶嘴，但这执行力还是不错的。希望能真正买点贵的东西回来，最好一顿饭就把这2000银石全造光。都找地方坐吧，等着开饭。果然误对了，方宗主就是想要看看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我们是否还能保持那颗向道之心。大师姐回来了！方渊，你不是要最贵的吗？
我看你待会儿怎么哭。宗主，饭菜买回来了。太香了！这是什么肉？这是一阶灵兽铁背豪猪的肉，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，就是灵兽肉。我以前在宗门见过，只有外门弟子立下大功，长老才会赏赐的肉。这一大口肉抵得上一枚下品聚气丹。这些都是给我们吃的。自然，真不错。这月灵办事果然靠谱。这一桶肉少说也得近100块灵石，这20桶下去，今天的开销直接达标。拿碗盛肉，今日管饱。宗主万岁！宗主万岁！好长，好香！我的娘嘞！这是我看肉怎么还会发光？这只是第一顿饭，以后天天这么吃，顿顿这么造，100万银石算个屁！花了那么多银子，他也不生气。抠门宗主真的转性了？不用看执事脸色，不用被驱离，甚至连入宗费都不用交。宗主待我们太好了。小姨妹妹，我定会努力修行，早日筑基，接你入宗门。不成正中，宗主早！这帮家伙吃饱了撑的嗓门这么大。既然都醒了，那就宣布个事儿。寻常来说，入宗当发入门功法修炼，但即日起，本宗主决定全宗上下停止一切修炼事宜，大家都不许修炼。停止修炼？这怎么可能？相较于修炼，当前首要任务乃是修缮宗门、盖房子。搞基建既能合理耽误修炼，卖材料请工匠又能大笔花灵石，一举两得。盖房子还不修炼，这对吗？就是。如今宗门300余弟子，总不能餐风宿露，修行之道张弛有度。修缮宗门亦是磨砺心性，锻炼体魄。月灵，宗门饮食与基建之事，便由你全权负责。唯有2点：其一，速度要快；其二，材料要贵。宗主三思，灵石还当花在刀刃上才是。宗门只剩数十万灵石，这么花很快就会掏空，弟子们又要无家可归了。不对劲，他居然拒绝花钱，看来花钱速度还是太慢，得我亲自出马。你既有想法就算了，稍后你随本座去最近的城池，本座亲自挑选食材和建材，到时候我就要买贵的，耶稣来了也拦不住。既入宗门，我们便是来求仙问道。宗主不让我们修炼，却让我们修缮宗门，兴建土木。宗主这是有何深意？莫不是把我们当成免费的劳动力了？听闻有的宗门用实习弟子名义招人日夜劳作，许诺3年转外门，到期却通通赶走，分文不给。正道兄，你悟性好，猜得透宗主的用意，不如你来解释一下。宗主的用意，我悟了，宗主这是在告诉我们，一物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在恶劣环境下保持向道之心没错，可连环境都处理不好，又如何除掉心中杂念？宗主的用意妙啊！不愧是宗主，干了！修缮宗门，处理杂念，消除心魔。月灵，城中最好最大的商铺在何处？天宝阁，洪武城最大的修真商铺，但其货物价格极为昂贵。昂贵，甚好，就去那儿。宗主，寻常食材建材去东市集市便可，能省下9成灵石，何须去天宝阁？省钱，
省钱我怎么搞垮宗门？带路。二位道友，不知想看些什么？丹药、法宝还是功法？衣着朴素，气息平凡，怕是买不了什么贵重东西。买食材，还有建材。食材，道友说的是灵兽肉。灵兽血肉分一阶、二阶，一阶3块下品灵石1斤，二阶50块下品灵石1斤。就二阶的，有多少要多少，给我通通打包。这人莫不是来闹事的？万斤二阶灵兽肉几10万灵石，他拿得出来吗？前辈，你莫听我们宗主瞎说，只要买些寻常的食材即可。宗主，弟子们大多还未引气入体，你给他们吃2阶灵兽肉，是想要他们爆体而亡吗？更何况宗门未来还需买修炼丹药、法宝、灵田、灵种。爆体而亡不行，系统判定谋杀弟子，扣我修为就完了。美女，那就1阶灵兽肉吧，有多少买多少。这位宗主，1阶灵兽肉天宝阁上有10万斤有余，买下来至少30万灵石，宗主真要吗？买，通通要了。还有，建材也是，不求最好，只求最贵。宗主大气，天宝阁1分钱1分货，贵便是好。不知宗主想要何种品级的建材？有千年铁木，还有可做阵法基石的玄铁岩。女人别对我放电，我只想搞垮从心宗，正道不朽。不必介绍，就按照这个图纸的来。这个千年温玉给我来1万块，还有那个流光琉璃瓦，先来10万片。巨灵金丝楠木不错，也来个100根。宗主，宗门建筑只需坚固耐用即可，何须如此奢靡？宗门百废待兴，该省灵石买丹药功法。你今日挥霍一空，他日弟子拿什么修炼？月灵，本座做事自有主张。再说了，修行先修心，居所安稳，心神方能静。若弟子连安身之所都简陋不堪，日日忧心风雨，又谈何静心问道，本末倒置？歪理，全都是歪理邪说。宗主真是爱护宗门弟子，奴家佩服。只是这些材料还需最好的工匠处理，不如由我们天宝阁出面，请来洪武城最好的天宫宗匠师。可以。那工钱方面，挑最贵的请。城主，食材加建材，共计79万1000下品灵石。啊！方宗主，这是涛儿的传音石，日后您若是想找涛儿，只需传音一句，涛儿必有回应。这玩意儿好，以后买东西传个音就行，都不用下山了。败家还好色，从心宗迟早毁在你手里。宗主好，宗主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宗主，这些前辈莫非是您请来指导我们修行的老师？好好见，这里面装着你们这2个月的食材，慢慢吃。诸位小友，我等乃天宫宗的匠师，奉方宗主之命前来为贵宗修建殿宇楼阁。反正我们是要先修缮宗门，磨练心性，再去修炼。如今有人帮助，岂不是更好？巨灵金丝楠木，真的是巨灵金丝楠木，这可是百年才千年巨灵的顶级宝材啊！方宗主竟然要用它来做宿舍的房梁和大柱，金丹期修士用的。我在前宗门当了10年牛马，睡的是发霉的烂木板。什么？方宗主竟然拿这种宝贝给我们盖睡觉的屋子？宗主，您这是何等的大气魄啊！宗主这是要用全天下的富贵来滋养我等的道心啊！老朽活了200岁，从未见过如此厚待弟子的宗主。诸位老伙计，既然方宗主有此心意，我天宫宗必当竭尽全力，绝不浪费这1分1毫的材料。开工！开工！这是给我们住的地方，这简直比文家的皇宫还要花100倍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进来啊！聚灵阵，每间宿舍竟然都刻画了独立的聚灵阵，太奢侈了。在别的宗门，只有最顶尖的核心弟子才配拥有聚灵阵。方宗主竟然让我们连睡觉都在聚灵阵里。进去吧，都是自家人，客气什么？
我再也不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了，我有了新的家，从新宗。几十万灵石就这么如流水般砸出去了，我的心在滴血啊！可是看着他们这样子，我这肚子里的火怎么就发不出来了呢？宗门修缮已毕，按照宗主之前的吩咐，今日发放弟子福利，凡我从新宗弟子，无论杂役、外门，每月可领1块下品灵石作为月俸。不做任务，不看贡献，白给灵石。另外，此前登记过家中有债、有重病亲属者，上前核对。王二狗，你欠李家村财主30两白银，这里是50两，拿去还债。剩下的给你娘买点补品。娘，你的病又治了，咱家的债也没了。宗主大恩大德，我王二宝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。刘三，家中老父瘫痪，宗门已安排城中最好的医馆前去诊治，医药费宗门全包，这是凭证。张小花，宗主这不是抠门，这是彻底败家了。照这么个花法，剩下的那点机运，怕是撑不过1个月。只希望宗门破产的那一天能晚一点到来吧，毕竟这群家伙刚刚才有了家。爽！宗门资金只剩8500灵石，宗门实力平分32.5，仅仅1个月100多万花的只剩1万，这效率简直无敌。实力减少了140多点，等1个月后结算万倍还黄，老子直接飞升仙帝，回家躺平的日子近在眼前啊！等回到蓝星，我是收杨幂呢，还是收天仙姐姐呢？嘿嘿嘿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宿主宗门至今未发放任何修炼功法，导致弟子无法进行修炼。系统判定宿主存在消极怠工、恶意卡 bug 行为。限时任务发布，请在3个时辰内向所有弟子发放修炼功法，并让其开始修炼。若超时未完成，将扣除宿主当前凡人修为，寿元枯竭。狗系统，你阴我！请宿主不要试图钻空子，必须进行合情合理的宗门运营。合情合理你大爷！这要是真让他们修炼了，万一这帮人里真藏着大器晚成的天才，修为蹭蹭往上涨，老子的宗门评分不就上去了？那我岂不是白忙活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嘿，功法是吧？系统只说要发，可没规定发什么品级啊。不行，这本太猛了。这本也不行，万一练出来怎么办？前任抠门宗主留下的垃圾，修炼极慢，绝无气感，就是强身健体，跟广播体操一样，绝对没隐藏神功。就他了，练这垃圾，你们怎么长实力？天才！月灵何在？传令下去，所有弟子演武场集合，本座要传道授业。终于来了，宗主深不可测，必是绝世神功。期待吧，兴奋！一会儿有你们这帮徒子无语的。尔等入宗已有1月，信性魔力已初见成效。今日传尔等镇宗基石功法。果然，宗主一出手就是惊世骇俗的大手笔。镇宗功法一听名字就不简单。此功法名为长春引气诀，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。此法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蕴含天地智理。只要尔等勤加修炼，日后必有福报。嘻嘻，强身健体的福报也是福报嘛。谢宗主赐法。这怎么可能？2块灵石的地摊货，狗都不练。这不就是街边地摊上2块灵石1本的养生功？宗主是不是拿错书了？不可能，宗主亲口说的镇宗基石功法。长春引气诀，这不是隔壁村子老王家垫桌脚那本吗？是不是宗主拿错了？我虽未修仙，但这口诀怎么看都像地摊上1文钱3本的启蒙读物。这就是神功？哟呵，居然还有人认出来这是垃圾功法了。算了，拿出宗主的气势，强行糊弄过去。怎么看不上？弟子不敢，只是觉得这本功法好像太过基础。哼，愚昧！世人皆求捷径，喜那些威力巨大、进境神速的功法。殊不知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越是看似简单的功法，越能夯实根基，磨练心性。你们看我从新宗建宗不过100年，为何能屹立于修仙界之巅？本座给你们吃最贵的饭，住最好的房，发最优的福利，难道会在功法上亏待你们吗？对啊，宗主为了我们花了数十万灵石，怎么可能给垃圾功法坑我们？这绝对不可能。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悟了。诸位，
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长春宫？宗主这是在下一盘大棋啊！你们想，我们这里绝大多数人资质平庸，若是直接修炼霸道的高阶功法，经脉承受得住吗？身体吃得消吗？那是害了我们啊！难怪给我们吃那么好，都是为了配合这门功法。弟子真该死啊！谢宗主大恩，弟子定当勤加修炼，绝不辜负宗主厚望。不是，哥们，你导干缺失吗？我随便拿的破书，你怎么给我闭环了？我的破产大计啊！管你们怎么脑补，反正功法垃圾是事实。只要你们练不出名堂，宗门破产结算，我照样飞升，双赢。哼，既然明白了，那就散了吧，各自回去慢慢修炼。老六，别睡，气沉丹田，继续修炼。师兄，我好困，明天再练不行吗？想想宗主给我们吃的灵兽肉，想想这价值连城的巨灵金丝楠木，你睡得着吗？阿牛哥，我感觉气感在神道穴堵住了，冲不过去。别慌，我用灵力帮你引导，你跟着我的节奏走。宗主给的长春引气诀胜在中正平和，只要冲过去，后面就是一马平川。多谢阿牛哥，宗主说过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绝不能有一个掉队，给宗主丢脸。继续练。淼淼，大晚上不休息，跑出来做甚？在食堂没吃饱？没有，我吃的很饱，但我一修炼就觉得肚子饿，总想吃东西，又怕肉太香影响同门修炼，只能偷偷跑出来。吃吧，吃饱了好好修炼，等成为仙人，你就不用再怕挨饿了。我吃完一定好好修炼。方渊，你用奢侈的资源去浇灌这些最底层的野草，你是想逆天而行，看他们顶翻这压在头顶的苍穹吗？世道唯利是图，只有你还在坚守这伟大壮阔的本心。结算，钱花光了，人全是废物，功法全是垃圾。这要是还能长实力，我方圆2个字倒过来写，哪怕只降100点实力，按照100倍返还，老子起步也是个先帝，回蓝星当超人。当前宗门资金1023块灵石，综合实力评分变化降低0.01点。多少？你个狗系统是不是坏了？老子招了几百个饭桶，给他们练养生功法，你就给我降了0.01。全员引气入体，长春诀不是号称练10年都不一定能入门吗？这帮人打激素了！为了宗主！恭喜宿主获得10000倍修为返还。元婴期，我的献帝呢？我的不朽呢？获得特殊技能5秒真男人，开启后5秒内绝对无敌。这名字喊出来真的不会社死吗？新周期的任务，3个月内消耗宗门资金200万灵石，余额已到账。200万灵石，狗系统，你是要我死？200万，3个月，上一次100万，我要是开收徒地点，又是买肉盖楼，费了老鼻子的劲才花完，这次直接翻倍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帮弟子怎么回事？明明练的是垃圾功法，怎么实力才下降那么点儿，还全员练出气感了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我倒要看看这帮逆徒们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好事。刚才那是宗主，好恐怖的气息，比我见过的金丹长老还要强上100倍。是宗主，一定是宗主，宗主突破了！恭迎宗主出门！跪有什么用？你们倒是给我变弱一点啊！手伸过来。经脉宽阔，气血如龙，丹田内竟然已经凝聚出了一团绿豆大小的气轩。
特么是练了1个月长春引气膏该有的效果。宗主，可是弟子修炼出了岔子，让宗主失望了。宗主亲自检查弟子修为，弟子感激涕零，定不负宗主栽培之恩。今晚回去再加练3000遍。加练3000遍，好，很好。一群资质平平的凡人，练着最垃圾的引气养生功法，不过修炼越狱就能全员引气入体，这不科学。除非这里面混进去了绝世天才，在扮猪吃虎，带着所有人一起卷。本座且问你们，入宗之时，可有人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天赋？若有天赋异禀者，此刻自觉站出列了，重重有赏。哼，既然无人承认，那本座便亲自来查。查个屁！前面7、8个都是这德行，这个虽然看着壮得跟头牛似的，但估计也是杂灵根。好险！这群弟子真是让人头大。这群弟子应该真的没有绝世天赋，那不成有人开了小槽？那个总爱唱反调的月灵今天怎么不在？一定是他偷偷传授心得。月灵呢？宗主，大师姐说她旧伤复发，这半个月都在后山闭关休养，让我们不要打扰。旧伤复发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破案了。不行，这样绝对不行，整改，必须整改。系统刚说3月要花光200万，直接拆了重来，钱花了，环境也废了，新宿舍啥阵都不给，正好。宗主，可是宿舍有什么不妥？简直是乱弹琴，6个人挤一间屋子，成何体统？你们6个人挤在一起，晚上打呼噜、磨牙、放屁，还怎么静心？还怎么感悟大道？宗主，不挤啊，俺们都觉得挺宽敞的，而且大家住在一起，修炼上还能互相探讨。谁有不懂的，阿牛哥和正道哥随时都能指点，进步可快了。就是怕你们这样啊！互相探讨，那是依赖，那是软弱。真正的强者都是孤独的。你们看看本座，平日里是不是独居洞府？若是本座天天跟人挤在一起，能有今日之修为吗？宗主说的好像很有道理。即日起，所有人再次停止修炼，把这几栋弟子舍全部推倒重建。每个人必须拥有独立的单间，要大，要宽敞，要隔音。我看没有聚灵阵，你们还怎么抱团？拆了。那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拆啊？宗主，这也太浪费了吧！是啊，我们不嫌弃。浪费？我从新宗缺那点钱吗？本座要给你们最好的，单人间必须单人间，这是命令。我悟了，我又悟了。正道兄，你又悟出啥了？诸位，你们只看到了表象，却没看到宗主的良苦用心啊！宗主为何要拆了这聚灵阵环绕的6人间？为何要让我们住单间？难道真的是为了铺张浪费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！之前的6人间灵气虽浓，却让我们产生了惰性，让我们习惯了依附于外物，依附于同门。而单人间那是孤独的牢笼，也是心性的熔炉。宗主是要我们在孤独中直面自己的本心，在没有同门干扰的境中，去感悟那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道。这哪里是盖房子，这分明是为我们每个人打造了一座闭关的道场啊！原来如此，强者必先享受孤独。宗主用心良苦。为了不辜负宗主，我愿意住单间。拆！现在就拆！听宗主的，重建道场。喂，刘掌柜。张宗主，您终于起套儿了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少废话，我有大生意找你，我要重建弟子社。等等，方渊不是刚修完，咋又重建？嫌材料不好？那已经是洪武城最好的。方渊这人花钱是真爽快，这笔钱是保住副掌柜的救命稻草。哟，钱圣女还在这儿呢。听说你上个月走了狗屎运，碰上个傻子，开了一笔80万灵石的单子。不过这种大单怕不是年年都有。柳副掌柜可得好好掂量掂量。柳副掌柜若有难处，本长老倒是可以指点一二。毕竟天宝宗的生意不是靠碰运气就能做长久的。不劳费心。刚才那位老主顾又追加了20万订单，又追加20万，这怎么可能？方圆千里之内最大的几个宗门也没这般豪横。失陪，老主顾催得紧，我得去备货了。
开得好，拆掉的都是我正道不小的绊脚石。重建，立刻重建，不能用任何带有灵气增幅的材料。多少？回宗主，共计19万8千灵石。这些建材虽看着奢华，但皆是凡物，本身价格不高，再加上没有布置任何阵法，这几百间的单人宿舍总价不过10余万灵石。还有，老朽还回收了旧料，抵扣后相当于方宗主您没花钱。尼玛，那不是白忙活了吗？不行，太便宜了。建个弟子宿舍没花钱，我从新宗的里面往哪搁？方宗主，这已经是按照您的要求，不用巨灵的仙材，挑最贵的剑了。不行。对了，搓大澡。罗大师，你说这新建的弟子楼舍可有洗澡沐浴的地方？普通弟子就在河边池塘搓2下，天冷就少洗的洗几次。内门和长老、女弟子才专门配浴房，大桶接足子水源加热洗，但那都不叫洗澡了，算享受。罗大师，本座要建大沐池，全宗男女通用，要奢华无比。我进来，哪有宗门花钱建这玩意儿的？方宗主，这公共沐池能花多少？我帮你算了算，顶多再花几万灵石。几万？100万。本座要你至少花掉100万灵石。方宗主，这没法造啊，除非用高阶的天材地宝。可是您又说不许有特殊效果。那是你的事，本座的要求只有一个：极尽奢华，花钱如流水，但绝不能有任何聚集灵气的效果。若是做不到，以后天宫宗就别想接我从心宗的生意。师傅，100万灵石就是把这牧池全用高阶灵石累积起来，他也花不完啊！而且还不让用天材地宝和阵法，这钱往哪儿砸？不许用聚灵阵，不许辅助修行，但要奢华，要享受。我悟了，师傅，您悟啥了？方宗主这是嫌弃普通的聚灵阵太过低端，太过造劣。他不让用阵法和天材地宝，是因为他想要一种更温和、更润物细无声的滋养方式，来提升弟子的修为。不用阵法，不用仙材，那还能用啥？灵泉水。灵泉水，那玩意儿可是顶级圣地才配拥有的奢侈品。灵泉水温和无比，能养身体、通经脉，还能排毒。方宗主这是要用灵泉水为弟子洗净法髓，让弟子们在每一次泡澡沐浴时都潜移默化地得到灵气滋养。这就是低调的奢华，这就是富豪宗门的底蕴。快把图纸改了，不光是建沐池，还要把整个宗门的水路都给我改了。我们要建一个巨大的地下灵泉核心，把灵泉水通到整个宗门的每一个角落，一定要让方宗主满意，把那100万灵石通通花光。是，这钱花的值，这排场看了只想骂一句败家子。不错，鲁大师那老头啰嗦归啰嗦，办事倒利索，真没装聚灵阵。宗主，请入内查验。宗主，这是灵泉水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没有布置任何聚灵阵。这水是通过地下阵法燃烧灵石实时转化的，只要有人拧开水阀或者跳进大池子，地下阵法就会自动运转，燃烧灵石制造灵泉水。不过您放心，这灵气存不住，放出来1刻钟不用，灵气就会自行散归天地，绝不会提高宗门内的灵气浓度。这特码不就是我要的终极花钱神器吗？好，陆大师，你太懂我了。这次花了多少？110万灵石。若是算上日后维持灵泉运转的灵石消耗，这简直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不错，非常不错。果然，老夫猜的没错，方宗主就是要不惜血笔打造这等修行圣地。方宗主，这等奢华的灵泉设施，便是在那些顶尖大宗门里，弟子想要使用，也是按食神缴纳高昂费用的。不知您打算向弟子们收取多少使用费？洗个澡还要收钱，这是什么黑心烂肺的宗门才能干出来的事？我从心宗，所有设施对所有弟子终身免费，想洗多久洗多久，想怎么用怎么用。谁要是敢提收费2字，就是打我方渊的脸。免费？灵石烧的灵泉给弟子随便泡，这还叫修真宗门？分明是仙门吧！活了200多年，抠门宗志见多了，唯独方渊拿灵石当垃圾，把弟子当亲儿子。方宗主，真乃修真界千古第一宗主，能为这等宗门效力，是我天宫宗的荣幸。搞定，110万砸出去了，以后弟子们天天泡澡堂子，洗废了，谁还有空修炼？宗门破产指日可待，好日子要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弟子舍布满了聚灵阵，可是几10万的修炼圣地啊！闭个关出来就没了，门出事了。大师姐，您出关了。大师姐气色真好。师弟师妹们，这弟子舍是怎么回事？那些楠木阁楼、聚灵阵呢？莫不是有宗门仇家上门了？不是呀，
宗主说6个人住太挤，大家不开心，就把旧楼拆了，给咱们全换成了单间。什么？几十万灵石的聚灵阵，他说拆就拆？没有聚灵阵，你们怎么引气？怎么修炼？不行，我得找他问清楚。大师姐，使不得，宗主正在闭关修炼，万万不可打扰他。闭关？他一个金丹初期，数十年都未曾精进一步，早就该放弃修行了。大师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陆大师亲口所言，宗主已是元婴初期修为，气息如渊似海，深不可测。这孩子练傻了吧？方渊金丹初期都几十年了，闭个关就元婴了，当元婴修士是批发的吗？大师姐，宗主真的都是为我们着想的，您别生宗主的气了。你们懂什么？没了聚灵阵，你们的修炼速度会慢上多少？他这是在断你们的仙路。大师姐，此言差矣。如今这丹人间看似灵气稀薄，却能让我们静心慎独，直面本心。宗主之意是磨练我们的道心，让我们能更好的修行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为何提升的如此神速？大师姐，你闭关太久了，宗门现在可不一样了。走，我带你去体验一下宗主为我们提供的新生活。大师姐，快点快点，去晚了就没位置了。去哪儿？听雨轩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宗门大殿搬到这儿了。这是公共沐池呀，大家一块泡澡的地方。沐池？大师姐，这就是咱们修炼的地方啦。听正道哥说，这间净房可是宗主花了100万灵石建成的，厉害吧？100万灵石，简直荒谬！有这钱买丹药不好吗？修个澡池金碧辉煌的给谁看？大师姐，您进去试试就知道了，可舒服了。大师姐，下来呀！这水不对劲，这是灵泉，这不是天然灵泉眼，有人用阵法把灵石硬烧成液体，融进水里了。方渊，他真疯了！这种规模的灵泉转化阵法，每1秒消耗的灵石都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大师姐，快下来修炼呀！这水能洗出身体里的脏东西呢。洗髓伐毛，润物细无声。宗主，你是想强行提升弟子的修为，为宗门弟子逆天改命吗？方渊，虽说你是为了弟子们好，但你这么败家下去，从心宗未来怎么办呢？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如今听雨轩已经建好2个月了，那可是纯粹的享乐之地。只要他们不修炼，再加上那个每时每刻都在烧钱的听雨轩，搞垮宗门指日可待。人呢？小仙，你的师兄弟都去哪了呀？回宗主，师兄弟都在听雨轩呢。哦，都在哪？是啊，都在那儿泡着呢。这一天天的，除了吃饭就是泡澡，都没人肯出来了。哈哈哈，好啊！这帮土包见着大澡堂子就陷进去了，泡吧，尽情泡，把斗志泡软，修仙梦泡没。走，带本座去看看。小仙啊，你说大家都在里面泡着，可有说些什么？比如这水太舒服，不想出来；又或者这地方太安逸，不想修炼了。回宗主，师兄们一刻都不想离开听雨轩，都说现在泡澡修炼才叫修炼，以前都是过家家，跟蓝星小孩查资料一个样。估计泡舒服全睡死了，睡着正好不用修炼。澡堂子里集体苦玄，疯了吧？宗主您来了。恭迎宗主！宗主，弟子幸不辱命，在这听雨轩中日夜苦修，
终于参透了宗主的良苦用心。良苦用心？我有什么良苦用心？我只想让你们泡澡摆烂，谁让你们拼命修炼的？宗主以100万灵石建造这听雨轩，可不是为了让弟子享乐。灵泉洗髓，日夜冲刷，这才是真正的通天仙路。我等若再懈怠，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我等愿为宗主与同心宗效死。我不行了，我纯败家烧钱，现在怎么成欧式圣人了？炼气8层，2个月连升2级。澡堂子比顶级聚灵阵还离谱，别练了，再练我正道不朽彻底没戏了。只要灵石花光，灵泉停水，他们就练不了。好，很好，你们先继续。毁灭吧，赶紧的。累了。丁，结算周期已到期，开始核算宗门综合实力。完了，这帮弟子卷成这样，宗门实力评分绝对暴涨，返还的修为只有蚊子肉。正在评估宗门实力。宗门不仅变强了，钱还没花完，血亏。检测实力提升，获得1/1000修为返还。大海滴滴一水，纯参与感，一点用都没。未完成200万消耗任务，扣除修为惩罚。一来一回等于白干，甚至血亏。新周期任务发布，任务3月内消耗宗门300万灵石。300万？上次200万差点累死，这次直接加码，狗系统要逼死我吗？宗主，您怎么了？您受伤了？是我拖累宗主，罪该万死！完了，这帮弟子卷成这样，宗门实力评分绝对暴涨，返还的修为只有蚊子肉。正在评估宗门实力。宗门不仅变强了，钱还没花完，血亏。检测实力提升，获得1/1000修为返还。大海滴滴一水，纯参与感，一点用都没。未完成200万消耗任务，扣除修为惩罚。一来一回等于白干，甚至血亏。新周期任务发布，任务3月内消耗宗门300万灵石。300万？上次200万差点累死，这次直接加码，狗系统要逼死我吗？宗主，您怎么了？您受伤了？是我拖累宗主，罪该万死！月灵，宗主，昨日听闻宗主视察弟子后吐血，如今这般模样，莫非为宗门与平庸弟子操劳至油尽灯枯？把所有人召集到演武场，本座有大事宣布。最近弟子内检愈发严重，得想个法子平衡一下，不然宗门怕是要出乱子。宗主气色比昨日还差，昨日方才吐血，今日紧急召集众人，难道宗门遇上大难？灵泉日夜流淌，再多底蕴也经不起挥霍。看样子宗门积蓄怕是已经彻底遗迹。宗主与大师姐满面忧色，定是宗门有难。都到了，是有些关于宗门未来的大事，需与尔等。宗主，宗门有难，弟子岂能坐视不管？无论灵石短缺或是强敌进犯，弟子愿与宗门共存亡。我与同心宗共存亡。宗主，若有难处，月灵可回家中求援。哪里来的宗门危机？最大的难题就是这群弟子太过拼命内卷。什么难处？哪来的难处？今日召集众人是颁布新宗规，和存亡没有半点关系。经本座深思熟虑，为保全弟子身心，定下3条铁律，所有人必须遵守。念。从新宗新规第1条，听雨轩乃沐浴之所，严禁在内进行任何形式的修炼，违者禁闭3日，罚灵石100枚。不能在听雨轩修炼，那可是绝佳修炼圣地。第2条，所有弟子每日修炼时间不得超过4个时辰，宗门设立巡查队，不间断巡逻，严查超时修炼。修真界节两人拼命苦修，如今每日修炼上限仅有8小时，剩余时间该如何安排？
第3条，1日4餐，任何人不得无故缺席，违者罚抄长春饮气诀100遍。限制修炼，强制用餐，傻眼了吧？禁止澡堂修炼，依旧持续消耗灵泉灵石。巡查队招募人员还要发放补贴，这计划简直完美。宗主，我不愿遵守宗规。弟子本就是凡人之躯，资质愚钝，限制我等修行，分明是阻碍弟子变强的先路啊！求宗主收回成命，让我等修炼吧！我愿一天修炼11个时辰。这帮老六，非得把自己累死才开心，愚蠢！抬起头来，在本座心中，尔等的性命与根基，远比那一时的修为境界更加重要。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。为了修行透支潜能，弓弦绷得太紧，迟早会断。长此以往，修成元婴也不过是被掏空的躯壳。这是你们想要的仙路？原来竟是这样，宗主看到的却是我们受累的身体啊！弟子该死，竟敢误解宗主的一片苦心。宗主大爱无疆，全修真界再也找不到第2个这般爱护弟子的掌门了。难道他早已看穿了修行的本质，所以才会如此特立独行？只要每天只练4个时辰，这宗门实力肯定得降下来吧？宗主，我悟了。大哥，你别悟了，我求求你别悟了。既然规定每日只能修炼4个时辰，那我们就必须在这4个时辰里爆发出12个时辰的效率。对，效率4个时辰修出成仙大道。我发誓，以后吃饭只用3息，睡觉只用3个时辰。剩下的时间全力钻研功法。这他妈是什么老回路？4个时辰修出12个时辰的效果，你们是魔鬼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不让你们待在宗门里了，行不行？静一静，还有一事，本座决定，即日起全宗放假1月，所有弟子即刻下山回家探亲。宗门封山，不得逗留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都给我走！放假，回家探亲。弟子不走，弟子生是从心宗的人，死是从心宗的死人。我等愿在宗门外长跪不起，只求宗主收回成命。既然来硬的不行，那就只能用金钱腐蚀你的道心了。正好要花完300万灵石。放肆！本座说放假便是放假，谁敢违抗，即刻逐出宗门。放假期间，所有人月俸照发。每人额外发放500块下品灵石作为探亲盘缠，都给本座滚回家去！1月之内，谁敢提前归宗，打断他的腿！这相当于黄金1000两啊！宗主不可，他们带着如此巨款下山，必惹来杀身之祸啊！这帮人卷出花来了，全员练气期，下山那叫仙人下凡，谁抢谁还不一定呢。穷家富路，既然回去了，就别给从心宗丢脸。宗主不仅赐我造化，还要让我衣锦还乡。诸位同门，我们这样跪着，只会辜负宗主的一片苦心。我有啥苦心？我是想让你们去玩物丧志啊！宗主是希望我们堂堂正正的走回去，去告诉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，是要我们一辈子挺直腰杆活着。宗主大恩！月令发钱，发完立刻让他们滚蛋！恭送宗主！陈师兄，我没有家了，不知道该去哪儿。既然同入从心宗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若无处可去，可随我一同回江夏城。算我一个，我给你挑水劈柴。也算我一个。正道哥哥，小姨在城里等你成了仙人回来找我。小姨妹妹，你的正道哥出息了。出发，目标江夏城。莫不是哪个大宗门派外门弟子出来历练了？我陈正道回来了。洪师兄，我想先回家探母，劳烦师兄带着师弟师妹们去城中最好的酒楼歇息。哈哈，那我带着他们去酒楼就是。哟，陈家婶子，你儿子3年没信儿，怕是早死在外头了，干脆把这破院子卖了吧。就是，
趁早卖了，换钱养老。我家正道不可能死的，他定能入仙门当仙人弟子。仙长赏识的是钱，招个挑粪杂役都要50两雪花银，你们连锅都揭不开，还做白日梦！滚开！张员外办事，闲杂人等回避。你们干什么？3年之期已到，你欠的1000两到底还不还？不还就收房子。我当初只借了50两，怎么会变成1000两？9出13鬼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把这老太婆扔出去！这是正道他爹留给他的房子，你们不能动！老东西，老子成全你！娘，孩儿不孝，回来晚了。正道，我的儿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娘好想你啊！都瞎了眼吗？一起上，废了他！你还敢还手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想强行赖账不成？当年你爹找他们借了50两，现在他们要我们1000两，不给就砸我们的房子。连本带利，剩下的当你们的汤药费，滚！10块灵石够买我的命了，他肯定是哪个大宗门的弟子。完了完了！仙师饶命！仙师饶命！哎呦，我就说正道是不凡的文曲星下凡。正道弟，你看能不能指点哥哥2招仙法？出去！娘，孩儿不孝，这么多年让您受苦了。这是仙家宝贝啊，哪来这么多？娘，这些都是宗主方渊赏的。如今孩儿已是从心宗的正式弟子。儿啊，在宗门当弟子，既要打点关系，又要拼命修炼，你可辛苦啊！娘，一点都不苦，咱们一天吃4顿灵肉，有舀汤单煎。今日更是宗主让我们放假探亲的。哎呀，你可真是遇到好宗主了，回去要多帮帮师兄弟啊！娘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出去一趟。是时候去寻他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难道都不在吗？老人家，您知道这郭家人都哪儿去了吗？哎，小伙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郭家出了大变故了。郭父染了恶疾，那张员外的儿子张祖蒙趁火打劫，逼小姨做妾。小姨性子烈，硬是卖了老宅，现在每天在东市摆摊攒抓药钱呢。又是张员外，只敢在普通人里作威作福的废物，今日便拿你试剑。若是从了我，还能拿钱救你老爹；若是不从，就绑你回去。我正道哥去寻仙问道了，等他回来就娶我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！就那欠钱的穷酸书生，他连给大宗门挑粪都不配。早死在荒地了。把这小贱人绑回去，今晚入洞房。谁敢动他？正道哥，滚回江夏城找死，让你见识见识仙凡之别。你怎么会？炼气3层，这就是你的本钱。前辈饶命！大仙饶命！小姨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欺负了。
拿着，这是宗门月俸，拿去换银钱治病、赎宅子。以后，哥让你过好日子。陈师兄回来了！快看，陈师兄带媳妇儿回来了！嫂子，你太瘦了，吃肉补补。这可是我从宗门食堂拿的极品灵兽肉，凡俗界根本吃不到的。原以为修仙之人都是高高在上、冷酷无情的，可他们却比邻里乡亲还要亲切。我们每人手里都有宗主发的500灵石，包下这9楼轻而易举。别的宗门为了资源互相残杀，而咱们从心宗只有互相扶持。宗主给了我们最好的家。陈师弟，出来一下。稍等。张员外一家放高利贷，张祖明逼婚。不过张祖明已经被我废了，终生残疾。那你为何不杀了他，直接灭了张家满门？洪师兄，张员外只是一介凡人，我已当众展露了实力，借他们100个胆子，以后也绝不敢再招惹我母亲和小姨一家。如此震慑足矣，何必多造杀孽？你废了他，他便恨你入骨。若他花重金雇佣亡命之徒暗害你母亲呢？若他将你身怀巨款的消息卖给邪修呢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陈师弟，你读了太多圣贤书，还不懂修真界规矩。江夏城有城主府，有大明律法，我们是从心宗的弟子，行事若与魔修无异，岂不是给宗主抹黑？3年前，在那个黑心宗门，为了抢灵草，洪门师弟将我推下悬崖，我没死，他痛哭流涕，磕头求饶，我心软留了他一命。3天后，他却在水壶里下了剧毒，师兄替我喝了毒水，死在我怀里。修真界没有王法，不想恋爱就要先下手为强。陈正道下不去手，那就我来下。陈正道怕脏了宗门的名声，这口黑锅我洪阿牛来背。爹，给我报仇！我要那个书生8万段！你放心，爹已经派人快马加鞭去了黑木宗，联系你以前的师兄。他陈敬道再能打，也挡不住仙师。等仙师到了，我便当着他的面把那个叫小姨的贱人给你。好浓郁的血腥气，外面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那些凶神恶煞的家丁和护卫，甚至连院里的狗和笼里的鸟都没发出半点动静。他把外面全杀伤了，鸡犬不留。你是谁？掌柜的，劳烦您给兑些银两。这位姑娘，你手里的东西看着很眼熟啊，不会是偷来的吧？昨夜我兄弟2人在城外歇息，丢了1袋灵石，你分明就是偷了我们的灵石。这真不是偷的，这是我正道哥给我的。什么正道魔道，人赃并获，还敢狡辩？跟我们回宗门执法堂走一趟！住手！正道哥，别怕，我来了。哼，哪来的野鸡宗门弟子，也敢管我黑木宗的闲事？一个炼气8层带一群废物，这丫头偷了我们的灵石，识相的赶紧滚开，否则连你们一块收拾。我们乃是未来天下第一宗从心宗的弟子，你欺负的是我陈正岛的女人，黑木宗算什么鸟东西？穷得连几块灵石都要去抢，一起收拾你们2个才对吧？找死！区野鸡宗脉也敢放肆！破！正道哥打得好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个炼气8层怎么可能一拳秒杀炼气巅峰？这他妈哪里是修仙者？这分明是一群吃极品灵兽肉、靠百万灵泉养出来的怪物啊！死光头，接下来到你了。
让你抢嫂子的钱，让你骂我们是野鸡宗门，吃我一记正义飞踢！哎呦，别打了！爷爷救命！顾奶奶饶命啊！说好的高阶碾压低阶呢？说好的斗法仙术呢？这帮人怎么跟凡俗界地痞流氓火拼一样，偏偏还猛得一塌糊涂？没事了，有我在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回了黑木宗，禀报长老你们身上有巨款，定要带人踏平你们这野鸡宗门，把你们抽筋拔骨。几位爷爷，从心宗的好道友，咱们两个错了，对不起各位爷爷奶奶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们本就是给你们一个教训，知错能含，善莫大焉。要是让我们再发现你们干这种坏事，定不轻饶。谢谢道友，我回去定大力宣扬从心宗的善举。你们看到那光头绿调的脸没？宗主赏的灵肉真没白吃，我现在感觉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何止是牛，我能打死10个以前的自己。以后谁敢说我们是废物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偷偷修炼了，我也想把炼气系巅峰按在地上摩擦呀。这群傻白甜太天真了，修真界哪有什么知错能改？那两人回去必定添油加醋，到时候黑木真派来的可就是筑基执事了。我们现在毫无防备，宗主又不在身边，这是灭顶之灾呀！必须赶在黑木宗报复之前收集情报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黑市走起。拿到情报，立刻带这帮傻子回宗门找宗主避难，必须快！洪师兄，对不起，祸是我闯的，我这就回宗门请罪。要杀要剐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连累宗门。放屁！进了从心宗就是一家人，哪有连累一说？咱们宗主也是元婴，说不定有一线生机。那现在咋办？陈师弟跟我胆队回宗门禀报，张小仙带人去寻其他放假的同门。大敌当前，共存亡。好。月灵，这茶泡的老了，到了重泡。这已经是第12壶了，有这功夫不如去修炼。想打坐修炼，门都没有。你的天赋太高，必须把你的时间全占满。宗主，茶已烹好，愿你想回去闭关修炼。急什么？修仙修的是心，你这般急躁，如何领悟大道？每天做琐事也修不到心啊。宗主，你可是有什么忧心之事，才要我陪着解闷儿？300万灵石花不完啊！买建材算重复，再给他们发钱，万一他们买法宝实力暴涨，要我的命啊！这忧心之事与你无关，无需操心。这帮老六才放假几天就回来，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？宗主，弟子闯下大祸，愧对宗门。弟子打伤黑木宗2人，结下仇怨，求宗主责罚。这是黑木宗情报，敌暗我明，求宗主早做准备。黑木宗迎敌。这帮弟子太贴心了，这反派宗门打上门来，我顺水推舟赔个180万，300万任务岂不迎刃而解？宗门被拆了还能掉分？好，很好。宗主说很好，宗主丝毫不惧，必是早看他们不顺眼，遣散我们下山是为了钓鱼执法设局。弟子佩服，甘愿做宗主棋子，为宗主滚！别整天当脑补怪，听你说话就烦。师傅，那从心宗欺人太甚啊！哼，为师近日瓶颈松动，分神处理，怕影响修炼啊。师傅，那领头书生随手就送凡人女子50块下品灵石，他那么要包鼓得很啊！随手50块，定是挖到了上古灵脉。点齐执法堂弟子，随本座走一趟。这笔账用灵石算。誓与从心宗共存亡。宗主，黑木宗宗主可是元婴，还有10数名金丹长老，我们毫无防备，岂不是坐以待毙？防备什么？来客了自然要好好招待。快来给我结算300万灵芝的医药费吧！少废话，一会儿人来了你不许动手，全听本座安排。这奢靡景象，连黑木宗主峰都赶不上，绝对是得了上古遗迹。哼！老夫黑木宗执法长老赵无极，从心宗主何在？滚出来答话！哎呀，原来是赵长老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这小子明知我是来砸场子的，怎么笑得这么开心？
莫要嬉皮笑脸！你弟子伤我宗门人，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老夫便踏平你这破山头！尼玛的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笑得都跟开花了似的，你丫个老东西还那么凶！等我搞垮宗门，正道不朽，第一个灭你满门！赵长老的对，管教不严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伤了贵宗高徒，本座深感愧疚。要不你说，你打算怎么解决吧？算你识相，我2名弟子根基受损，拿100万下品灵石出来，此事便作罢。100万？老子账上有300万要花，你才要100万？你看不起谁呢？赵长老，100万哪够啊？您高徒受了重伤，一般是打发叫花子，我赔您200万灵石，外加10万斤1阶灵兽肉，不够我再加。宗主疯了吗？息事宁人哪有主动往上加价的道理啊？这小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既然你如此有诚意，那老夫就笑纳了。宗主，不可！搞垮宗门，正道不朽，指日可待。警告：检测到宿主恶意资敌对势力，违规行为，请立即停止。神经啊！人家门我花钱消灾，怎么就违规了？哼！你在耍老夫？赵长老，今天我这卡好像限额了，要不下次？长老，他分明在消遣您，杀了他！好一个从心宗，敢戏弄本长老！宗主怎么可能送钱？他就是在故意羞辱黑木宗！枯木摧心掌，给本座死来！宗主小心！完了，我就是个没学过法术的打工人啊！我的身体怎么自己动了？不！我只是想挡一下，怎么把人秒了？这金丹中期是纸糊的吧？第一次杀人，太刺激了！赵长老死了，对面是元婴修士，快跑啊！宗主杀人前还要诛心，好骚啊，好喜欢。此事是我们占理，他先动手，本座只是正当防卫。宗主神威，天下无疑。先是若右骑骄狂，再一击必杀，此等手段令弟子钦佩。一指灭金丹，宗主神威。你们爱脑补就脑补吧，可黑木宗宗主也是元婴期啊，到时候人家报复过来，我可咋办啊？杀人了，秒杀金丹是爽。可莫亚是元婴初期啊，万一他藏尸藏得深呢？我连个基础术法都不会啊！这打起来必死无疑。柳桃儿，我要买东西，快！方宗主，您这是想要些什么好宝贝呀？这里是300万下品灵石，帮我挑能挡元婴的法宝，攻击、防御、符箓全要，最好是一次性的，威力要大，炼气期弟子也能用。方宗主，您确定？您这是惹了几个宗门啊？宗主，300万买一次性法器太浪费了，不如买几件传世大杀器。你懂什么？高阶法宝你们用得了吗？少废话，有多少拿多少。宗主明知强敌环伺，却不肯为自己买法宝防身，竟把所有底蕴用来武装我们。宗主他为了我们，太苦了。大难临头不自私，散尽家财护门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少年豪杰。共计220万灵石，库存全在这里了。快，回去发装备，老命要紧！黑木宗打上门来，把宗门建筑砸个稀巴烂，这评分不就跌到谷底了？月灵，你带物资回宗门，每人领10件法器，100张符箓，敞开了用，别给本座省。那宗主您呢？本座还有钥匙，你先走。刘掌柜，来一套护宗大阵，要能扛住元婴猛攻一炷香，越贵越好。店里有套玄武封天阵，能挡元婴初期全力攻中，只是价格偏高。等等，我不要防外面的，我要防里面的。把人放进宗门关门打狗，可元婴修士在内部折腾，贵宗基业怎么办？九曲迷魂阵，阵阁之宝，防御惊人且兼具幻阵，入阵无感受壁，如坠迷宫，一炷香内绝难脱困。完美，把人困在阵里，带弟子从后山密道跑路，让他们把建筑砸个稀巴烂。您解了本店燃眉之急，涛儿铭记于心，用副掌柜权限折算一下，您付40万便可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我差你那10万灵石，原价1分都不许少，敢打折以后再也不来。长得俊俏，出手阔绰，对门下弟子也是极好，就是这脑子实在怪得很。
全是一次性法器，法器按金法，符箓按塔法。九曲迷魂阵阵盘50万买的，布阵这种粗活交给你了。不是我想偷懒，是我真不会啊。元婴期全是系统灌的，聚灵阵我都画不圆，不交给大狮子交给谁？宗主为了我等倾家荡产，这大阵全都是宗主的心血，战至流干最后一滴血，誓与宗门共存亡。这帮小兔崽子脑补什么呢？谁让你们共存亡了？不对，是让你们拖延时间啊！后山暗河跑路路线我都踩好点了，等黑木宗拆完家，本座正道不小，再回来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宗主出事了，赵长老的命牌碎了。赵无极死了，说清楚怎么回事？宗主，我上次去天宝阁听说，那从心宗随手就消费了150万灵石以上。好个从心宗，平日里装的穷酸，背地里竟然藏着这般巨款。宗主，依属下看，这笔横财绝对来路不正，说不定是他们挖了那个上古大能的遗迹。传令下去，点齐黑木宗所有精锐，今日踏平从心宗，把那150万灵石全部抢回来。宗主，还有那从心宗的方渊颇有几分实力，赵长老连他的一指都没接住，直接化成血雾了。一指灭金丹，那方渊是元婴大能。你们放什么狗屁？方渊是个什么货色？本座会不清楚。他境界停在金丹初期数十年，那从心宗更是弟子稀少，越发衰败。就这么几年时间，他能蹦到元婴期，真当修仙是吃饭喝水吗？宗主的意思是障眼法。你们说方渊花费了大笔灵石，我猜他从心宗必是走了狗屎运，挖到了上古大能的遗迹，拿到了海量灵石和天才地宝。你们再动脑子想想，他真要一开始装孙子要赔200万灵石，分明就是他一开始心虚，或是想息事宁人。后来那一指头必是他气不过，于是乎动用了遗迹里挖出来的某种一次性杀伐重宝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是他请了个元婴初期的客卿，但本座停留在元婴初期已有50年，底蕴之深，岂是那些拿钱办事的野路子散修可比？真打起来，单手没捏死他。他们那宿舍奢华无比，大殿皆是巨灵金丝楠木盖的，还有他们还有一栋白玉建的建筑叫听雨轩，看着金碧辉煌，灵气熏熏，暴殄天物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这等洞天福地，何该由我黑木宗这等名门正派来执掌？放在他们手里，那是明珠暗投。100万灵石建的澡堂子，乖乖，这要是把砖头扒下来卖了，能换多少上好丹药？宗主下令吧，今晚就去把他们拆了。传令下去。敲响巨将钟，全宗上下凡炼气5层以上者悉数集结。今日我们要去为赵长老报仇，杀光从心宗的人，抢光从心宗的天才地宝和灵石。我黑木宗立宗100年，靠的是什么？是狠，是绝。今天一个不知名的小破宗门，靠着挖坟掘墓发了点横钱，就敢骑到我们头上拉屎，杀了赵老，这是在打我们黑木宗的脸。本座已经查明他们瞒下一个最底层的弟子，随手就能掏出50块下品灵石。他们的宗主拿着几百万灵石当零花钱。今日本座带你们去踏平从心宗，男的杀光，女的带回来双修，他们的灵石法宝丹药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本座分文不取。出发！踏平从心宗，抢光他们！已经等了几个时辰了，按理来说，死了个长老可是大事，那黑木宗又不是什么善养，也差不多该上门来报仇了吧？怎么拖了那么久？哎，你们说这烈火剑要是砍在金丹修士身上，能破防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宗主说了，敞开了用。等会儿看到穿黑衣服的，我就把这100张符全扔过去。都怪自己当初打了那2个黑木宗的内门弟子，却没有好好善后，这才连累了大家。各位师兄弟师姐师妹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到时候黑木宗若是打上门来，我陈正道绝对不退一步，誓死保卫从心宗。对，誓死保卫从心宗。这帮老六怎么戏这么多？谁让你们去拼命了？你们誓死保卫从心宗，把他们都弄死了，谁来拆宗门？陈正道，弟子在。等会儿打起来，你们稍微收敛一点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咱们从心宗是讲道理的地方。他们要是冲进来了，你们就边打边退，别死磕，明白吗？尤其是那些建筑，他们要砸就让他们砸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人没事就行。宗主大恩，弟子万死难报。您放心，只要弟子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让黑木宗踏入大殿半步。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我就是想让他们踏入大殿啊，我就是想让他们把这破宗门夷为平地啊。宗主这是何等的定力？大敌当前竟能如此泰然自若。这黑木宗的人属乌龟的吗？怎么还不来？多好的一门生意啊！九犬迷魂阵，区一个小破宗门，居然能弄得起这等阵法，看来那遗迹里的好处比本座想象的还要多。宗主英明，不过这阵法虽强，却有一处破绽。暴发户终究是暴发户，连阵法都布置不全。孙虎，弟子在，带你的小队从那火口杀进去，遇到火口格杀勿论，给我把他们的宗门砸开。终于来了，等这帮人把山门砸个稀烂，自己带着弟子从后山跑路，宗门评分直接清零，完美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就冲进来50来个人，还都不过是筑基期的气息？结阵，绝不让敌人踏入山门半步。哈哈哈，老子当是什么硬骨头？原来是一群练气期的小杂碎，练气打筑基，优势在我，受死吧！这他娘的是上品防御法诀，扔！这帮疯子哪有这么用符箓的？师兄弟们，宗主看着，我们呢，杀！那是
天宝阁的烈火剑，那玩意儿一把要3000下品灵石，只能用5次，他们拿来当菜刀使。还有那些符箓，刚才那一波，少说砸出去10万灵石，败家呀，太败家了！金丹打炼器，优势在我，老夫亲自去捏死这帮蝼蚁。陈师兄小心头顶！老东西，金丹又如何？轮到我了，尝尝天宝阁的紫霄神雷符！我操！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别扔了，别扔了！我投降，我的腿！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！靠！别打了，放他们进来砸呀！宗主，这……从心宗的方圆直到现在都没有动，这才最恐怖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方圆有恃无恐，说明方圆早就预料到，仅凭这些炼气期的弟子就能打败他们黑木宗的大部分人。有诈，绝对有诈！黑木宗的弟子长老们，听本座号令，一起上！只要把这帮炼气期弟子身上的法器符箓消耗完，从心宗里的灵石就都是我们的了。同心宗的师兄弟们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别过来！打不过啊，他们拿法器砸人啊！下手太重了，黑木宗这群废物真的要被我这帮卷王弟子杀光了。岳灵，开阵！立刻给老子启动九曲迷魂阵，把这些碍事的防御结界全部撤掉！宗主，我们占优势。少废话，全体撤退！黑木宗的弟子太强了，我们打不过。我们被打得跟狗一样，你说我们太强了？快点跟着本座撤，一起往后山跑！杀！师兄弟们，宗主启动大阵，是要瓮中捉鳖，这是天赐良机，咱们往死里打，保卫从心宗！保卫从心宗！瓮中捉鳖，老子是想让你们跑啊！别打了，赶紧给我撤！宗主放开我，我怀里还有几十张雷符没扔呢，留着回家过年放鞭炮用，滚去后山！尼玛，怎么就跑了？带头跑什么呢？你跑了，谁来拆我房子？谁来帮我完成搞垮宗门的任务？我的评分怎么降？你们他妈的给我站住！别跑，回来拆家呀！把我的大殿砸了再走啊！宗主他为了掩护我们，竟然要以一己之力去追杀敌军统帅，何等魄力，何等悲壮！宗主同进退！杀！该死！本座太大意了，他这是在扮猪吃老虎！别跑，回来拆家！逃不掉了，真当本座怕了你不成？死鸭噬魂！我操！你怎么还有那么多符箓？我只是想让你拆个家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你为什么要放大招？又打死了！我只是想让他回去拆房子的，怎么又打死了？打死了也好，不然说不定死的就是自己了。这里可是弱肉强食的修真界，不要把敌人的生死看得太重。宗主万圣！宗主万圣！只身迎战元婴大能，将最危险的穷敌引开，独自承受生死一线的搏杀。宗主，你真的变了吗？自己诱敌深入，搞垮从心宗的计划，终归还是失败了。300万灵石的任务还差80万。宗主，你太伟大了！以一己之力诛杀黑木宗宗主，此等壮举必传遍百里，咱们从心宗必定至此声名远扬啊！宗主，黑木宗那帮人全投降了，怎么处置？审一遍有作奸犯科的就杀了，没干啥坏事的就放。宗主，按照修真界规矩，我们可接管黑木宗。接管个屁！老子自己的宗门都管不好，你们这群老六整天给我搞幺蛾子，实力蹭蹭涨，我还有闲心去管别人的宗门？累了，接管就不必了，其余事汝等自行决断便可。本座先回宗门了。红阿牛，陈正道，点齐人手。既然宗主不想管黑木宗，那我们便抄了黑木宗的家。抄家！入宗。这群人眼里透着麻木与惊恐，手背上全是冻疮和鞭痕，这惨状比咱们当初在凡俗界当乞丐时好不到哪去。把他们集中到偏殿去，别伤人。这就是方圆百里第一大宗的底蕴，坐垫硬邦邦的，也不怕硌得慌。比起咱们从心宗的软垫，差远了，太过分了！他们居然吃糙米和野菜，连半点灵兽肉的油星子都看不见，这怎么修炼？咱们可是顿顿吃灵兽肉啊！账册记录着剥削款项、入宗费、听课费、丹药轮耗费，甚至连呼吸山里的灵气都要按月交钱。宗主待我等恩重如山，黑木宗剥削弟子，聚敛财富，终遭天谴。我从心宗后代门人，顺应天道，必将大兴。买法器又没有敌人，买什么？买来了也是增加宗门实力。建房子，宗门连澡堂都建了，还能建啥？发福利，弟子们现在一个个富得流油，再发下去，怕是各个实力又要突飞猛进。禀报宗主，大捷啊！黑木宗已尽数查抄，其护宗大阵不攻自破，宝库被我等连锅端了。下品灵石15万8千块，中品灵石2700功法5本，金丹法术秘籍30余册。除此之外，雷击木竹子也被拆了。宗主，我们发财了！从心宗资产一夜之间多了近100万灵石。宗主这一步步棋，竟然都是为了宗门的崛起。这100万灵石的底蕴，
终于，我从新宗的崛起之日就在眼前了。完了，这次是真的完了，多了近100万灵石，多了近100万灵石。宗主，宗主可是连日操劳，伤了元气。好，很好，汝等退下吧，本座需要静静。这下我们顿顿吃灵兽肉，也不怕吃穷宗门了。造孽啊！苦心经营的破产大计，彻底成了笑话。谁在闹？宗主，有一事忘了禀报，黑木宗700余名杂役弟子已尽数押解回宗，请宗主示下如何处置。这是黑木宗的弟子，怎么会跟难民一样？杂役弟子多是无背景、无天赋之人，在大宗门眼里，连凡人都不如，不过是耗材罢了。仙人饶命！还差80万灵石才能完成系统任务，700多个跟难民一样的穷苦杂役，还有这群成天修炼闲不下来的老六弟子，把卷王弟子们派出去发钱，消耗掉那80万灵石，让他们没时间修炼长修为，还能帮到穷苦人，一石三鸟。大家把手里的事放一放，本座有话要说。黑木宗盘踞方圆100里数十年，号称第一大宗，他们本该承担起大宗门的责任，保护各方利益，维护各宗秩序。从新宗继取而代之，便不能走老路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我们必须承担起他们未尽的义务。宗主大义，我等愚钝，愿听差遣，请宗主明示。本座决定从宗门拿出80万下品灵石作为专项补偿金，这80万灵石将用于补偿曾受黑木宗欺凌的凡俗百姓、散修以及在场的这700名杂役弟子。从明日起，所有正式弟子每人领取2500灵石额度，全员下山深入城池村落调查走访，把钱实打实发到受苦人手里。1个月内，80万灵石必须一分不剩花完，谁敢私藏1块或敷衍了事，逐出宗门。这80万灵石是从黑木宗收缴来的总值，宗门已花销巨大，白白散给外人，以后拿什么发展？大师姐此言差矣，宗主此举乃顺应天道，广结善缘。黑木宗聚敛不义之财，我们若据为己有，与黑木宗何异？大师姐，他们太可怜了。淼淼以前也天天挨饿，知道吃不上饭的滋味。宗主是好人，我们听宗主的吧。无意已决，汝等按此行事，莫待私心。若有不服，自行离宗。宗主仁义，弟子钦佩。活菩萨，从新宗的宗主是活菩萨降世。活菩萨，活菩萨。都起来吧，既是宗主的命令，那便照办。从新宗弟子全体听令，下山救助被黑木宗迫害之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岳灵连夜翻阅黑木宗留下的账册卷宗，从星宗弟子倾巢而出。宗主法旨，凡被黑木宗欺压者，无论宗门散修凡人，皆在补偿之列。各队按卷宗指引出发。出发！出发！前辈饶命！本月的50块下品灵石利钱，老朽砸锅卖铁也凑齐了，求宽限2日。李宗主误会了，黑木宗倒行逆施，已被从新宗连根打底。5000块，这使不得啊！我家宗主说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以后这方圆100里规矩变了，大家安心修炼，没人再收利钱。从新宗大义，方宗主乃100里明灯，正道之光啊！不立红尘，不见众生，何谓明道心？大娘，这是从新宗给您的补偿。黑木宗不在了，以后没人再来抢粮，这药给孩子服下，病很快就能好。仙子下凡，多谢仙人救命之恩。若是当年也有这样的宗门，爹娘是不是就不会饿死了？师弟们，你们可觉得咱们这一路辛苦？不苦，跟咱们救助的人比起来，咱一点都不苦。正道哥，你说宗主这样花钱是有啥良苦用心啊？宗主是要让我们看清人间苦难，方能珍惜如今的天堂。宗主这是在磨练我们的道心，
这等用心你都悟不出来，你还不如张小仙呢。难怪宗主宁可顶着大师姐反对也要推行此事。我等之前竟觉得他是在浪费灵石，我真该死啊！反正宗主要我干啥我就干啥，跟着宗主准没错。禀宗主，今日陈正道小组支出3万灵石，扶持了6个小宗门。花，给本座狠狠的花！禀宗主，今日林淼淼小组支出5万灵石，救济了3个凡人城镇。告诉他们别舍不得，遇到特别惨的多给点，谁敢剩1块灵石带回来，本座打断他的腿。80万灵石的缺口眼看就要点平了，这帮卷王整天跑断腿，连睡觉时间都不够，哪还有空打坐修炼？不修炼，修为就涨不上去，宗门实力评分就得原地踏步。本座简直是个天才。下个任务周期继续保持这种败家的迹道，正道不小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幸不辱命，80万灵石已悉数发放，这是受助者名录，请宗主过目。办妥了就行，汝等连日奔波，且回房休息去吧。修行之道在于牢记结合。遵命。丁，本周期任务结算已开启，宗门实力大幅提升，宿主获得1/1000修为返还。宗门实力增长是预料之中，修为返还这点也认了。累死累活几个月，建澡堂、卖法宝、下乡送五暖，结果就长了这么点儿。我是不是在给这群老六打白工当牛马？没事，成大事者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我忍。宗门实力评分更新为1260点，新周期任务发布，要求6个月内以合规方式消费480万下品灵石。480万，上次300万就差点没完成，这次还多了。狗系统啊！为什么搞垮宗门这么难啊？照废柴弟子传垃圾功法，全员引气入体，建100万灵石瑶堂泡澡修炼2不误，买100万灵石符箓把黑木宗灭了，每一步都朝反方向狂奔。根源在群老六太懂得感恩，太有上进心了。福利越好，他们越觉得是良苦用心，拼了命修炼报答。一视同仁发福利，只会催生更疯狂的内奸，必须摧毁他们的上进心。怎么摧毁？修真界强者吃肉，弱者喝汤，那我就反着来。谁修为最低，谁最不努力，谁拿最多资源。修为最高的1块灵石都别想，修为最低的顶级丹药灵石管够，这叫什么？差生奖励制度。岳灵看到这制度，当场道心破碎。陈正、道红、阿牛心态必然受损，道士全员摆烂，宗门实力垮垮直掉。天才，我简直是旷世天才。这次我简直是旷世天才！我要让从心宗所有卷王彻底变成咸鱼！宗主，人已齐。诸位皆知，本座已闭关10数日，期间有弟子说本座养伤，有人说修炼，但其实都不是。本座是在思考从心宗的路，接下来该怎么走。灭了黑木宗后，本座观察过你们每个人的修为，有的已近筑基程度，有的尚在炼气初期，差距不小。修真界的规矩是资源向强者倾斜，谁修为高谁拿得多，对吧？宗主说的对，天下宗门皆如此。从今天起，从心宗不这么干了。念。念。从心宗新册盾剑扶持册共3条。第1条，自本月起，每月初进行一次全宗修为轨评定，修为排名最后50位的弟子，每人每月额外发放500块下品灵石，作为扶持补贴。第2条，修为排名最后1位者，除1000灵石扶持补贴外，额外获得1万块下品灵石，作为特别关怀金。第3条，修为排名前20位的弟子，不享受任何额外资源补贴，一切额外发放的灵石、丹药与前20位弟子无关。好，就是这个反应，这小子激动的浑身发抖。修行一途本就不该只论高低快慢，跑在前面的人有他的路，
落在后面的人也有他的缘法，落于人后者承受的压力最大，背负的自我怀疑最深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只是天道对他们更苛刻。宗门若连这些人都不拉一把，跟黑木宗有什么两样？修行一途，不该只论高低快慢。跑在前面的人有他的路，落在后面的也有他的缘法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机缘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多谢宗主开悟。这些灵石是第1个月的扶持资金。月灵，排名造册，今天之内把灵石发下去。宗主，等一下。弟子斗胆，这套遁剑之策一旦实行，拼了命修炼的人什么都得不到，而无所事事、竞技最慢的人反而坐享其成。宗主觉得这公平吗？公平？你要什么公平？4年前我因宗门资源不够，错失筑基之机，半年前才堪堪恢复。而今我即将突破，修为居全宗之首，就因为宗主您的遁剑之法，我连1块灵石都拿不到，与我公平吗？您说修行慢者有他们的缘分，那我们修行快者的缘分又在何处？宗主，我不是在意那几百块灵石，我在意的是您所推行的遁剑之策，会不会寒了那些真正拼命之人的心？利剑不需要磨刀石，遁剑才需要。月灵，你也不必成排名造册、发放灵石之事，此事交给陈正，不，交给红阿牛。站住！正道哥，大师姐她……别去！师弟师妹，排队合验境界吧。查验结果不出所料，王二狗以炼气1层的修为稳居全宗倒数第1。洪师兄，11000块灵石，点点吧。拿走，我不收！你把这些灵石拿走给大师姐，她比我更需要这些灵石。这是宗主的命令，名册上你是最后1名，这钱你必须拿。命令就可以羞辱人吗？我王二狗是资质差，修炼比别人慢，但我不是废物。我不想当宗门的累赘，更不想拿着这种钱看着大师姐寒心。宗门好了，我们才能好。把资源砸在我这种人身上，宗门怎么强大？洪师兄，你拿走，我王二狗就算是被赶出从心宗，也不要这笔耻辱钱。你要是再拿灵石恶心我，师兄弟就别做了。不要！老蒋，不要拿走！洪师兄，要吃肉吗？苗苗，收下吧。苗苗不要，苗苗以前要饭，但现在有家了。这钱留给宗门买肉吧，大家一起吃才有力气。阿牛，修真界水深，锋芒毕露，过刚易折。宗主的遁剑之策哪里是在打压宗上下？唯有陈正道最可能懂得我悟道的道理。宗主这等胸怀天下的人物，怎么会颁布遁剑扶持册这种看似昏略的宗策？洪师兄，你这大半夜的，你别乱来，我老家已有发妻了。瞎说什么？我可能悟到了一点宗主遁剑之策的含义。快坐，细说。宗主查探弟子根骨时到我面前停了，没查我，像故意放过。他早知道我隐瞒，只是没点名。今日这灵石，宗主为何不让你发，不让大师姐发，偏偏让我去发？他在教我们藏拙。修真界锋芒毕露，过刚易折，装成废物才能活得更久，扮猪吃虎，方能苟到天荒地老。对，宗主一指灭金丹，拳碎元婴，这种人会出打压弟子的蠢策，绝不可能，除非他根本就不是在打压。
盾剑扶持册，扶持的根本不是弱者，是在奖励最懂扮猪吃老虎的弟子。这是一场考核，宗主亲自出题的考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王二狗他们拒收灵石，反而是没悟透。没错，大家该做的是拼命修炼的同时，把表面修为压到最低，光明正大去领钱。这是我早年侥幸得到的敛息诀，恳求洪师兄将敛息诀传授全宗同门。放心，我本非小气之人，更无藏私之理。此刻躺在宗主洞府呼呼大睡的方渊不会知道，这是从星宗脱胎换骨，弟子们集体朝着究极老六、超级狗道流狂奔的转折之夜。诸位师弟师妹，都打起精神来。昨晚我与正道彻夜长谈，终于悟透了盾剑之策的深意，已知晓宗主用意。诸位，昨日盾剑之策一事，你们可觉得宗主是在羞辱弱者，打压强者？可有不甘？可有疑惑？一开始我与洪师兄亦是不解，但是宗主何等冷人物，他岂会行赏罚不明的昏聩之事？不会，盾剑重点不在于盾刃，而在于藏锋。宗主是在教我们藏锋于鞘，学会藏拙。修真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黑木宗刚灭，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。若人人气息外露，显摆修为，不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肥肉？为什么要给修为最低的人发灵石？因为那是奖励，奖励那些把修为藏得最深、装得最像废物的人。宗主是在保护我们，是在教我们如何在修真界活下去。原来宗主不是在羞辱我，是在夸我藏得好。狗哥，你就是纯菜而已。师兄，道理我懂了，可修为怎么隐藏？问得好，这是我当年侥幸得来的敛息诀，能隐系气机，高出你几个境位的人也未必能看穿你的真实修为。下个月起，敛息诀练得越好，修为看着越低，拿到的灵石就越多。宗主万岁！万岁！宗主万岁！不给我资源筑基，我就靠灵兽肉和灵池堆。我吃爬你个败家宗主！都已经元婴了，怎么还会打喷嚏？该不会是这帮老六弟子在骂我吧？算了，骂就骂吧，只要你们不修炼就行。赤霄宗立宗600余年，盘踞赤霄山脉7座主峰，金丹长老近百，元婴强者10数，寻常宗门在他面前犹如蝼蚁望象。宗主，黑木宗没了！灭了黑木宗的是洪武城西南300里处一个叫从心宗的小宗门。那从心宗也不知从哪儿来的恶胆，竟敢趁夜偷袭，将黑木宗上下屠戮殆尽，连我那远房侄儿墨家也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此仇不报，赤元宗颜面何存？每年多少？回宗主，最高60万下品灵石，约占我赤霄宗岁入1/4。灭了黑木宗的人未必不能替黑木宗干活，去告诉从心宗、黑香宗的利钱该他们借了，每年60万，一个子儿不能少。宗主，那从心宗不过跳梁小丑，如何能担此大任？不如直接灭了。跪下！再找。你急什么？大长老，宗主怎能纵容挑衅赤霄宗颜面的外敌？哼，修真之人当斩断红尘，侄儿算什么？儿子死了也无所谓。萧万山不是不想管，他是管不动了。管不动了，他是寿元将近。元婴巅峰困了100年，迟迟无法突破化神。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去哪儿找一颗精灵果续命，哪还有心思管什么黑木宗、从心宗？那大长老的意思是，你到了从心宗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把事情闹大，越大越好。可宗主的意思，没有金灵果，萧万山还能说几年话？大长老，您是要……弟子领命。萧万山啊，萧万山，灭了黑木宗的。大师姐干了这玩，想不想？美人，恭喜大姐，大师姐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好酒，大师姐豪爽。鞭炮声，
盾剑之策果然有效，这帮卷毛终于开始享受生活了。宗主，您出关啦！淼淼啊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热闹呀？大师姐突破筑基了，我们都在庆祝呢。前段时间不是道心破碎了吗？怎么转头给我突破了？受虐狂吗？越骂越强。实力突破很高兴是吧？我不高兴。胡闹！修行之人当清心寡欲，区区筑基何足挂齿，弄得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宗主息怒，不必多言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本座今日便核验一下尔等的修为，看看你们究竟是精进了，还是荒废了。让！列队，按上次实力排名站好。哈哈哈，废了，全废了！半个月前好歹还有炼气2、3层的修为，现在连气感都没了。等等，不修炼顶多修为稍降，怎么会倒退成凡人？不对劲。宗主，你这修为是怎么回事？宗主恕罪，弟子愚钝，练习诀练不到位，气机不稳，让您看笑话了。练习诀？那是啥玩意儿？竟然也是这样！这帮老六肯定背着我偷偷搞了什么新花样。这帮老六怎么一个个气息都压得跟凡人一样？不对劲。陈正道，你也修为倒退了。我是要你们不修炼，不是要你们装成低修为啊！少废话，把你的真实修为亮出来。宗主既然要核验，那弟子便不再遮掩。炼气巅峰？不，这质感远超炼气巅峰。陈师弟，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你的真气浓度已经超过了炼气期圆满的极限，这不可能！大师姐夸张了，弟子只是按照宗主传授的长春引气诀，每日精进不懈的修炼而已。宗主，陈师弟的境界已超过了炼气圆满的上限。月灵，你的意思是，炼气期本该只有10层，但陈正道练出了炼气11层。宗主，您这个说法更为准确。炼气期共分10层，圆满之后便该凝气筑基，这是天下皆知的铁律。但陈师弟的真气浓度分明已超出了炼气10层的极限。不止陈师弟，洪师兄也是如此，还有张小仙、尹中红，虽然层数各有不同，但几乎每个人的真气浓度都超出了对应层数应有的上限。宗主，师弟师妹们的根基扎实的令人发指。寻常宗门的弟子根基像竹子，拔节很快，但内里中空；可师弟师妹们却像铁树，看着生长极慢，根系却深扎入土，一旦长起来，坚不可摧。宗主，弟子这练习诀练的可还行？这炼气11层可入得了宗主的眼？洪师兄，你看到没？宗主承认了我们修炼的成果了。但宗主并未多说什么，分明是在咒我们，切不可因一时的成绩性。不错，我们炼气11层算什么？我们要练到炼气12层、13层。造孽啊！搞垮宗门怎么就那么难呢？来者不善，一群杂鱼弟子，连炼气气息都没有，也敢朝元婴境界亮兵器！同心宗宗主，给本座滚出来！黑木宗乃我赤霄宗附庸，尔等胆大包天，竟敢将其满门屠拉！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本座便带人将你从心宗夷为平地！欺人太甚！有人上门找茬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你就是从心宗宗主？正是本座。哼！你灭了我赤霄宗的附庸，断了我宗的财路，这笔账你想怎么算？黑木宗每年上缴我赤霄宗60万下品灵石，如今他们没了。这笔钱得由你们从心宗来出。你杀了我侄儿墨鸦，此乃血海深仇。今日你若拿不出200万下品灵石，你从心宗留不过15。200万灵石是吧？好，只是这200万。我的意思是，上交200万灵石是不是太少了啊？道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有零有整，上交480万下品灵石如何？不过道友，
咱们从心宗想要加入你们赤霄宗，当你们的附庸宗门，可以不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赤霄宗乃东灵州霸主，能得赤霄宗庇护，是从心宗几世修来的福分。接替黑木宗可以，除了今日480万灵石，未来每年上交400万。从今往后，你从心宗收益、天才地宝、灵脉矿产，统统上交8成。欺人太甚！我从心宗岂是任人欺凌之辈？不妥，极度不妥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8成算什么附庸？我给10成。那座巨灵金丝楠木大殿造价100万，白玉厅宇轩全用极品白玉砌成，后山灵泉池全套顶级阵法温养，这些全送给你们赤霄宗，10成以上的不动产全归你们。我们同心宗上下绝不466一块灵石。宗主，弟子无能，让宗主受辱了。宗主放心，这1月之内，我等必将必死关，绝不辜负宗主的一番苦心，绝不辜负宗主苦心。1月之后，我赤霄宗大长老周云鹤将亲自降临，主持归顺大典。届时若敢耍半点花样，定叫你从心宗生不如死。道友，不能通通容容，明天就办吗？这小子催得这么急，杀阵肯定不好了。闭嘴！本座说1月便是1月，走。480万灵石的任务，终于要清了。下去。可是赤霄宗大长老周云鹤当面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把您盼来了。没有王宗之君的悲愤，倒像迎财神，有诈。480万灵石加宗门10成收益，连满山建筑全归你。签完从心宗就是赤霄宗的了。你的弟子呢？宗门易主，连个磕头迎主的人都没有。从心宗全体弟子听令，速速到演武场集合。你要先跪下，双手捧起法旨，3叩9拜，宣誓世代为奴。忍一时，为了任务，半蹲一下糊弄过去，行吧？若成为附庸宗门，系统将自动解绑。怎么腿脚不便？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老子好声好气请你来拿钱，你在这给我摆什么臭架子？还3叩9拜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跪？杀，一个不留！诸位同门，宗主已为我们探明敌方虚实，演西诀，接！练习诀，那帮弟子全是装的。差点忘了，系统给的5秒真男人好像还没用过，那就试试呗。藏得真深，全去死吧！呀！只能希望系统之前给的技能靠谱了。5秒真男人，拜托了。叮，技能已激活，剩余时间0.05。我操！
这他妈是究极无敌挂吧？圣人之位，宗主神威，同心大庆。完了，闹这么大动静，宗门评分得长成什么样？我想破产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宗主神威，同心大庆。这下真完了，灭了赤霄宗大长老，动静还闹这么大，评分不得飞上天？建筑坏了可是实打实的建筑损失啊！月灵，宗主有何吩咐？宗门遭此劫难，建筑受损，弟子受惊，这480万灵石，你拿去，全部用来重建。480万，宗主，这太多了，只是修补一下宗门建筑，顶多几万灵石就。谁说只修补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给我推了重建，所有都要用最好的，唯一的要求，用光这些钱。这么多灵石，你这是要建圣地分宗吗？还有，给所有弟子买最好的疗伤丹药，最顶级的固本培元散，敞开了吃，不够再找我拿。弟子遵命，定不负宗主厚望。480万终于都花出去了，只要把钱花光不扣自己修为就行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太难了，洪武城的天宝阁硬生生被月灵刚攻了2次，柳桃儿看月灵的眼神都像在看活财似的。好在终于把那480万灵石全挥霍干净。丁，合格消费480万下品灵石，任务完成。总算熬过去了。覆灭东灵州霸主赤霄宗，威震3州，声望大幅提升，宗门评分加2100，一直斩天道之愿引，并提升弟子集体突破，平均修为提升1个小境界。宗门评分加220，当前总评分9920。之前评分才1000多，搞掉一个赤霄宗的长老精锐，用了一个5秒技能，就涨到快1万了。这哪是搞垮宗门，这是在帮宗门大兴啊！陈正道已经练到了炼气12层，虽然修仙界没有这个境界，但是他的真气浓度比筑基初期还恐怖。红阿牛半步筑基，只差一个契机就能彻底蜕变。这丫头本来就是天骄之资，这几个月借着疗伤的名义买了海量丹药和灵石，现在伤好了，修为也压不住了。造孽啊！我给你们买丹药是让你们当糖豆吃的，不是让你们突破的。元婴中期，不过和一步登元婴相比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丁，新周期任务发布。任务发布：6个月内合规消费500万下品灵石，失败惩罚扣除全部修为，抹杀神魂。480万刚花完，又来500万。这帮犬王不花钱还倒贴，招一群干啥啥不清、吃啥啥没够的废物，一举两得。月灵、陈正大、红阿牛，速来见我！弟子在。本座决定，3日后举办从心宗2期收徒大典。天下天骄踏破门槛，灵根上品以上，收正驾到，收正下交回前。停！不论资质，不问来历，不分正邪，是个人，能喘气就收。各路宵小魔道奸细，引狼入室，后患无穷啊！宗主，此举太险。说的太对了，就是要引狼入室啊！求求你们别劝了，赶紧去办事儿啊！大道3000，殊途同归。为师之道，在于有教无类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大师姐，你还没明白吗？宗主是在行教化天下之功，是普度众生啊！这都行。宗主圣明，此事交由你去办。3日后开山门。同心宗收徒不问出身，凡人族能喘气者皆可入门。
速派弟子伪装凡人拜山。借，命鬼面带10个营狗混进去。废物们，快来帮我败光家产吧！小兄弟垫垫肚子吧。多谢老伯。光能认出来的同行就有10几个。赚大了，37手。来吧，来吧，越多越好。叫啥？哪儿的人？修过仙没？张三，洪武城外柳树沟没有。拿好了，往里走，别堵着。不测灵根，不验骨灵，连出身来历都不问。我干了37年，如果大大小小10几个宗门，哪怕是最落魄的3流小宗，收徒要摸一下灵根，问3代出身签一份血契，这个宗门什么都没做，能一指灭掉赤霄宗斩裂天道之眼的人，会蠢到连基本的防人之心都没有？还是说他根本不在乎，有绝对的自信，不管混进来什么人都翻不起浪？先排队看看。叫啥？哪儿的人？秦九，南陵坊氏，无父无母。修过仙没？以前试过，没资质，身体也不太好。拿好了，从今天起你就是从心宗外门弟子了，往里走，别堵着。跟我走，带你去演武场集合。宗主等会儿要宣布新弟子的福利待遇。月明珠当灯笼时，这宗门富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咱们从心宗虽然看着门面朴素，但宗主对弟子是真的好。你刚来可能还不信，待久了就知道了。福利在于力度特别大，一个新宗门能给新弟子什么力度特别大的东西？等到了就知道了。这么多人，少说2、3千，从心宗拿什么养活？不止我一个，这批人里面，卧底恐怕不少。翠竹匕首还在，金丹真气也能随时运转。不管这从心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要情况不对，我能第一时间杀出去。宗主，弟子刚才用神识探查了一番，月本是不少人气息诡异，行迹可疑，只怕来者不善。你看到的是他们的伪装和算计，但本座看到天波作的是众生皆苦。他们费尽求飞河，无非是求长生、求庇护、求一条出路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。他们既然踏入了我从心宗的山门，便是那遁去的一。本座说过，凡来者皆是我从心宗弟子，一视同仁。无论是名门正派，还是能磨到妖奈，只要进了这个门，我们只需做我该做的。你明白了吗？弟子明白了，是弟子多虑了。希望这一批里面能多来几个真正有用的。这帮人可千万别被岳灵吓跑了，你们要是跑了，本座上哪儿找人帮着搞垮宗门去？宗主，3200名新弟子已全数集结在演武场，这些新人初来乍到，十分守规矩，全都在原地候着，并无越轨之举。好，先带他们去弟子院认门，安顿好后在院前空地集合，本座去训话。这宗门看着毫无灵脉，但连路边的水沟里流淌的都是高纯度灵泉水，这灵气浓郁的简直不符合常理。2阶聚灵阵，每一个院落都有独立的2阶聚灵阵。我疯了，我一定疯了！我在血煞宗干了37年杀手，熬到金丹中期，才勉强分到一个终年不见天日、阴冷潮湿的单人洞府。这帮连灵根都没测的废物，凭什么住豪华别院？这里就是你们未来的住所，一人一院。门牌号已记录在你们的身份令牌中。院内聚灵阵每日开启8小时，想要我们临时神仙宗门，这是神仙宗门啊！临时消耗由宗门全额承担。拜见宗主！这就是一指灭了赤霄宗的顶级大能，太可怕了！震惊吧，迷茫吧。等会儿还有更刺激的。月灵，宣读宗门福利。这玉简上的内容，我看一次心就滴血一次啊！宗主对他们实在太好了。奉宗主法旨，宣读从心宗2期弟子基础福利。第一，凡我从心宗弟子，无论修为高低，每月发放100下品灵石，作为日常月例。100下品灵石，我血煞宗外门弟子拼死拼活接任务，1个月才2块，这里什么都不干发100。第二，
食堂每日4餐，2阶零瘦肉、零米、零菜，无限量供应，严禁打包，违者罚款。主机器的零瘦肉拿来当食堂免费菜，还无限量。第3，统一发3套法服，2柄下屏法器，破损可免费换。第4，宗主特设修真界意外险，弟子若不幸身故，宗门发放10万灵石抚恤，可指定亲属。10万灵石，我接一单金丹期修士的刺杀任务，九死一生酬劳才5000，这价钱比要我命还离谱。刚接的任务九死一生才5000，这数字翻了多少倍？疯了吧？这谁顶得住啊？疯了，全疯了！这方渊根本不是在招收弟子，他是在用灵石把修真界残酷的生存法则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修仙逆天而行，步步危机。本座不忍见尔等在红尘中苦苦挣扎，为几块碎银灵石拼出性命。入我从心宗，便是我方渊的家人。钱，宗门有，宗门给。你们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好好活着。对宗主菩萨！大爱无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爱无疆啊！以上只是基础福利，还有宗主有令，今晚演武场举行迎新晚宴，届时将有特别惊喜宣布。你是金丹杀手，你是来探查底下的，绝不能被口腹之欲控制。37年，我隐匿气息修习杀手之法，常年吃辟谷丹。有谁知道这37年我怎么过的吗？真香！吃，给我狠狠的吃！那是20灵石一坛的极品灵酒啊！宗主，是不是太铺张浪费了？铺张浪费？月灵，格局打开，他们是来求道的，身子骨这么弱，怎么求道？吃饱了才有力气摆烂，修炼。大师姐，宗主这是在用红尘烟火气洗涤他们身上的铅灰，此乃大造化。大家吃的可还满意？满意。今晚是迎新晚宴，光吃饭略显单调，本座决定加个小节目，把东西拿上来。今晚抽奖，抽签决定，抽到什么直接拿走，绝不落空。别急，我是剑中生的和泉，剑宗和泉就是剑宗的宗主，过来也不让，让开，让我先抽。特等奖，南陵坊市秦九上台领奖。